华为正式推出了备受关注的 Mate 70系列，网友无非就是两派，支持表扬或吐槽批评。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此次新机都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，哪些地方比较多争议，以便你能更加全面的了解该系列新机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Mate 70系列包括4款新机 Mate 70、Mate 70 Pro、Mate 70 Pro 加和 Mate 70 Ultimate Design。性能方面呢，华为官方并没有透露所搭载的处理器型号，但是余承东表示，新机搭载新处理器，配合最新的纯血鸿蒙系统，整机性能相比上代 Mate 60 Pro 加提升了 40%。在储存规格上，标准版和 Pro 版提供12加256、12加512、12加 1TB 3种版本， Pro 加版只提供 16GB 加 512GB 和 16GB 加 1TB 2种储存规格。在游戏方面呢，新机依旧搭载方舟图形引擎，启动速度相比上代提升 52%， 平均帧率提升 31%。 价格方面， Mate 70系列并没有涨价，甚至 Mate 70 Pro 加的价格比上一代 Mate 60 Pro 加低了500元，具体价格如下。华为在定价上保持与 Mate 60系列相同的水平，没随市场价格上涨而提高价格，甚至 Pro 加版本还降了价。虽然华为在价格上做了让步，但还是依照惯例没有公开处理器的具体型号和参数，这让不少网友感到不满。其实我也能理解，毕竟处理器作为手机的核心组件，信息不透明可能影响大家的购买决策，尤其是价格高达上万元时。虽然华为可能是出于市场策略考虑，但对于消费者来说，这种透明度缺失可能会引起疑虑。当然，有些追求极致性能的用户指出，虽然华为在定价上做出了调整，但与苹果 A 系列芯片、高通骁龙旗舰、天玑旗舰等处理器相比，华为的处理器性能应该仍有差距。希望我们都理性看待吧。有些原因我们其实都知道为什么，而且人家价格也明码标价的，喜欢的购买即可，不喜欢咱也能表示下口头支持或干脆不理会就好。华为在 Mate 70系列的外观设计上进行了大胆尝试，镜头环的尺寸明显增大，整个摄像头模组突出了层次感。这一设计不仅让摄像头更有辨识度，还提升了手机的科技感。而在 Pro 加版本中，华为采用了全新的钛合金材质，尤其在外观和耐用性上做了大幅改进。Mate 70 Pro 加是行业内首款采用高光玄武岩材质的智能手机，机身使用了航空级钛铝合金复合材料，通过钨钢 CNC 加工和18次珠宝及抛光工艺，打造出独特的高光效果。总结官方的意思就是质感肯定是有保障的。在材质的耐用性方面， Mate 70 Pro 加的抗跌落性能是上一代的2倍，耐磨性提高了5倍，此外还通过了 IP68 防水认证，意味着它能够在6米深的水中正常使用。它还具备高温防护和高压水喷射防护功能，给用户带来更加全面的保护。华为 Mate 70系列的影像系统继续保持强劲的技术创新，特别是在 Mate 70 Pro 加中配备了 50MP 的主摄像头，包括 48MP 的长焦镜头和 40MP 的超广角镜头，支持 4K 夜景拍摄和可变光圈技术。全新的 XMAG 影像系统经过优化，能够在拍照后增强图像细节，提升成像质量。对于究竟摄像头成像能有多大的实际提升，那我们还是最好等一等普通消费者购买后分享的购物体验。毕竟现在基本都是导购测评了，各家的可信度也逐步降低了不少，不知道你是否赞同这些看法呢？屏幕方面，华为 Mate 70配备 6.7 英寸直屏，拥有2688、1216分辨率，1到120赫兹动态刷新率，300赫兹触控采样率，10.7亿色原色显示，2500尼特峰值亮度，1440赫兹 PWM 调光和 HDR-VV 高动态显示，支持人脸解锁和侧边指纹解锁。嫌弃的网友们的负面评价主要都给了这个侧面指纹，7000元的侧边指纹，先进的侧边指纹留给先进的人等等。其实我个人对侧面指纹没意见，解锁速度跟得上就没问题。可能网友们觉得这个售价太高了的关系吧，不知道你怎么看呢？能不能接受这个价位搭载着侧面指纹呢？ Mate 70 Pro 和 Pro 加搭载 6.9 英寸等深4区屏幕，分辨率为2832、1316，相比标准版 Pro 版加入了 ToF 面部识别，支持 3D 人脸解锁和 3D 人脸支付，而 RS 版本则采用双层 OLED 屏幕显示，拥有高达3500尼特最高亮度，还有着更高的使用寿命和更低的功耗。续航方面， Mate 70 Pro 系列配备了一块5700毫安时的电池，比上一代有所提升，同时支持100瓦快充， Pro 加版本为88瓦。
Mate 70系列还首次搭载了全新的 Harmonious Next 操作系统，系统界面进行了优化，加入了更多的动画效果，增强了智能连接性，使得与华为其他生态设备的配合更加流畅。同时 ，Mate 70系列还引入了生成式 AI 和大语言模型 LLM 技术，为语音助手和影像生成提供了强大支持。总的来看，华为 Mate 70系列在设计、影像、续航、操作系统等多个方面的创新，再次证明了华为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竞争力。然而，缺乏透明的核心配置依然是华为面临的一个挑战。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，Mate 70系列能否持续引领国内手机第一梯队的潮流？我们继续期待吧。好了，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欢迎帮忙点个赞，转发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。如果期待后续更多相关数码新机的更新，也欢迎关注我们。这里是私赞数码，分享数码前沿信息，偶尔谢谢测评。我们下期再见。